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厚之，大家好。好，那今天呢，赖清德总统开了一个记者会。好，这记者会史无前例，12颗星星站在旁边，包括三军司令一起来告诉所有的国人，军购要快点过，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被排出优先名单。当这个词出来以后，那对蓝营对白营来讲会有什么样一些压力呢？白营已经直接说了，白营说，那在希望呢，所有的包括军购这些能够尽快复委，包括行政院版也让它复委。大家一听就怪了，那如果这样，那国民党呢？国民党有些委员表示错，不是你丢包我吗？那你好歹跟我商量一声。那这样的程度下，会不会促成另外一种叫实质绿白合？如果绿营跟白营都要复委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复委啦。那蓝营到底该怎么办？好，所有这一切，那在今天上午一开始，赖清德总统记者会，先让观众朋友听一下。来，预算迟未通过，除了可能让台湾跌出优先名单，延宕关键武器装备的交付。21年前，我担任立委时，美国决定出售8艘潜舰等军购，但行政院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案，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被阻挡了69次。如果当年能够通过这项军购案，属于我们的8艘潜舰早已经成军，台湾绝对不能够再重蹈覆辙啊！为了台湾的国防安全，我们当然要把国防就这样的军购条例列为我们台湾民众党最优先的法案。我们也同意院版的条例可以互委，大家一起在立法院做并案的监督、并案的审查。好，您听到看来赖清德总统直接说了，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尽快审查这些的话，我们会跌出所谓的优先名单，同时把它当立委。您在镜头前面一定看过那些画面，那时候赖清德总统还是委员的时候，为了军购的一些事情，然后剩货连对那出口都全部标出来了。OK， 那这在画面上大家也都看过相关的一些情形，真的会再重蹈以前的覆辙吗？那当优先名单会跌出的这样的一个词出来以后，那压力到底会有多大？你可以看得到，民进党团的总召，您刚刚看到了，直接陈志宏就直接说了，为了国防安全，把国防军购条例列为民众党最好不好？因为太重要，讲3次优先法案。那也同意政院版条例可以复委并案审查。那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执政党民众党这样，国民党呢？那国民党媒体上有说，蓝营想要推所谓的党版的军购试水温，避免踩北京的红线，也盼同时跟美国有所交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国民党只有2个标准。采购真正需要的军购，以及为老百姓看紧荷包。媒体有一段媒体里面讲说，国民党党版的军购特别条例，其实上一副上空主任在节目里面也有提到讲说，其实国民党有提这样一些条例、一些草案给智库啦，给所有这些，然后是不是媒体上觉得是被郑丽文主席跟张小杨他们这些人挡下来，是这样吗？那这过程大家看到是徐小英委员当然讲说，他是不是有提一些草案给智库，请大家来研究所有这些。当然也有人讲说，国民党里面包括在不分区里头，像陈永刚委员这些，都是在军系里面做到司令非常熟认这一些情形。那为什么不是由军系这么熟认的一些委员来提他们的一些草案？到底为什么这样？但所有这些人员，当今天赖清德总统讲的几个，第一个，我们会跌出优先名单，这个压力大了吧？是这个压力一下来，那到底要不要让他过？民众党直接就跟你说，我们很在乎啊，那大家就直接交复委。那这一段21年前的回忆再拉回来，现在整个看起来的话，三军司令12颗星旁边一站，未来呢？这个因为总统今天提到之前的那个21年前那个军购嘛，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国防部为了想尽办法想要通过，做了非常多的宣传。我那时候第一次以前看到那个臂章啊，我们都是各军种啊什么的各部队开始在做那个臂章。为了3项军购啊，特别弄了一个小小的那个章，然后上面就是这个反潜机啊，然后这个爱三爱国者这样子啊，然后还有潜舰，就3个想办法挤在那个小小的圈圈里面。那时候跑国防部的记者每个人发一件衣服的时候，上面就贴这个 logo， 希望要过希望要过。21年后的今天，我们一样在为了军购的这事情再回来谈啊。
我先讲，就是说，是不是会因此而跌出优先名单？我想，因为美国在这一段时间，对于你今天，我跟你谈成了条件，你到最后你国会不通过，我管你什么状况，那不好意思，就回复嘛，我另外重新给你一个汇率嘛。那这个汇率的部分包含这个，你说韩国、其他国家，印度之前说美国要卖它 F-35，印度讲说我们不见得要买。到最后呢，人家直接公司就说那我不卖了。所以这件事情是现在国际上真实在发生啊。所以我觉得，当赖清德今天提出了这一些，特别是大家罕见的看到说，他把这个参谋总长梅家树，还有陆海空三军司令全部都找在那边。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参谋总长的部分是2级上将也不像以前有4星嘛所以大家讲说，哇，每一个人身上一边3颗星，加起来12个星星站在这边，大概全台湾整个国防最重要的力量，包含这个顾立雄都在这张照片里面嘛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先讲民众党啦因为民众党是很快就有所回应嘛那我认为这个民众党的新的这个党团总召陈清龙这个说法一出来，就是说他会把行政院的版本列为最优先的法案。你多了一个对不起，我多了一个因为我认为他内心应该少了一个，因为要给他的党主席黄国昌一点面子嘛。不，你不觉得吗？今天民众党这个说法一出来的时候，因为黄昌本来是总召，对啊他还现在党主席呢。是。而且为了这件事情，他们还跑去美国呢。去完美国之后，就莫名其妙拿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版本嘛。那今天成为最大的闹剧了。那个3、4个人跑去美国，然后说我得到了资讯，连美国都说怎么这么荒谬？你们也用不到，为什么要跟我们买？现在成了昨日黄花了。因为虽然陈清龙说我们也想让大家谈论我们的版本，但我就讲嘛。对全国民众来讲，现在想要知道民众党的版本进去讨论，还是想要知道行政院的版本到底要买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后者吧。包含到今天立刻就一个讯息，其实昨天开始就开始有媒体在就帮忙带一个声音说，其实国民党党版为什么一直没有出来呢？是因为徐巧芯很早就出来了。其实你知道我一直在觉得，就是我非常好奇因为您刚刚也特别提到国民党有军系立委嘛，陈永康委员对啊，他是海军司令吧？他是海军司令上将这些都是懂国防的，而且在这一段时间，包含海鲲号老实讲他没有提出什么正负反面的这个说法都是这一些什么？我们觉得对军方可能不是真正这么了解的人然后一直在那边讲一大堆他们自以为的专业。我其实更想知道是国民党军系的人，因为你的办公室，你知道他们军系很可爱，你知道吗？他们军系都很像退辅会，他们的办公室就像小退辅会，他们其实都会找学长学弟大家一起进来所以我刚刚会小退辅会嘛，这3军都会有。我更期待看到是这样的人，他提出一个他认为看完行政院版本完了之后，他们有什么想法？结果没有，丢出来说，其实徐巧芯很早就有他的版本了，然后送给智库，结果被郑丽文挡下来，甚至被张显耀挡下来，我就不太懂放这个消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郑丽文这一段时间对中国的态度，大家已经讨论到非常多嘛。张显耀上一次被讨论的时候是疑似涉入共谍案，虽然我现在讲他当时是有这个新闻我不代表说他一定怎么样可是现在居然国民党传出来消息说是被这2个挡住，你到底是要帮国民党党团，还是要帮这2个？我不知道。而且更有趣的是呢，马上今天下午的时候，不是就开始出来讲说，国民党呢，事实上要赶快开会说什么明天呢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版本。没有想到呢，傅崐萁跳出来，傅崐萁居然在刚刚的时候就突然讲说，没有，我告诉你没有什么8000亿的版本没有这一套的他没有这一套的我们也没有讨论什么行政院的版本那你们到底要干嘛？没有人懂我都讲，不管谁的版本，虽然我很想看到陈永康的版本但因为他没有嘛，你们一直也没有人说他有，我也期待徐巧芯的版本拿出来有困难到需要这样说不行，我们全党来开会，而且说什么明天要讨论的那件事情，其实根本原先不是要讨论这个版本吧？根本不是要讨论这个版本嘛，是为了委员的人数，希望在委员会里面大家稍微有所调整，这样子才可以到委员会里面比人数嘛。
弄到最后今天变成好吧，大家都突然发现到说，你迟早都要审这笔预算的，为什么不早点审？为什么不早一点进入到实则讨论？空荡了2、3个月，然后大家在那边搞的就是哦，我们又要延会，又要干嘛的？这个会期要无缝接轨。你告诉我这几天大家在干嘛？根本也没有啊，硬弄了一个这样一个会期，所谓的哦没有空窗的时间，结果大家也不开会，弄到现在变成是好吧？行政院现在的这个版本说，民众党的讲法是他们要让他复委，然后进入讨论了。只有一个是国民党到现在为止，到底。好吧，你们说这个军系立委没有表达意见，那非军系的在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的，你的东西赶快弄出来。结果现在居然变成国民党的内部，现在党团总召跳出来刷他的存在感，说没有什么你们报载的这一些，没有什么党中央怎么样，是我们自己要决定。那党里面的状况又是怎样呢？没有什么党中央怎么样，是我们自己要决定。那党里面的状况又是怎样呢？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国民党，当今天赖清德总统跟12颗星星一起开完这个记者会以后，那当民众党团做那样一个表态以后，压力是不是会在国民党的身上？那如果是绿营跟白营两个人数字如果合下来的话，那就复委了。那国民党举手举脚也没有用，因为国内立法院数字现在就是这个样，这变成一个实质的绿白合吗？问题是一路往下，国民党的态度。今天媒体有另外一段，来，元之，我们就直接来看你们现在党里面的态度。刚刚讲是副文局总召直接出来讲说没有，你们说什么都不会让行政院版本过，可是总要表态嘛。这因为大家现在一定会目光回来，媒体上有一篇报道说有部分蓝委私下直言。民众党团版本问题很大，但你不管说人家版本大不大，人家有版本嘛，那你们不应该被动的跟随，至少应该提出自己的版本。有蓝营的青壮派立委，你应该算青壮派，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里面。蓝营青壮派立委直言，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所以要提，我们挡不住美国。这些现在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因为现在虽然不选，2028也要选立委。所以现在对你们来讲，民众党又直接做那样的表态，媒体上有报道，有的国民党委员错愕说：“你丢包我们干嘛？大家商量一下，我们不是蓝白合吗？”那你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应对？就是我们要不要有自己的版本，其实一直都有人在讨论的。那就我了解，徐老师应该是有一个版本，那他的版本就是把美方可能就是有发价书，或者他确定会卖给我们的部分，可能有一个特别条例。然后拿掉了一些就是还讲不清楚的部分，然后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先提出来，然后一起复委，然后来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啦，就是后来因为这都是党团的干部在运作啦，这个背后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啊。那反正就是在这个上个会期结束前就是没有提啦，那是没有提。那今天大家看到民众党说要跟政院版的，要让政院版复委一起讨论的时候，那当然这个压力在国民党这边嘛。所以你们是不是有人看到这新闻，或者看到陈清龙刚才记者会那样，那真的觉得有点错愕？我觉得没有人在群组讨论，我是没有看到有人说，怎么被民众党丢包？但是有人在讲说，民众党都已经提了，那我们应该也要有自己的版本去讨论啊，不然就变成说我们的立场没有在里面。那后来是傅昆萁总召出来受访啦，他的讲法是说。其实也不是只有个别委员有版本啊，智库也有版本。那所以这个意见一直在整合当中啦，可见就是说党部就党中央还有智库跟党团一直在研究说到底什么时间点要把这个版本提出来，就时间的问题。那我是觉得说，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那很显然就是开议之后，我们的版本也会送进去。那至于说杜总召他为什么会说最后通过一定不是政院版本，因为当大家要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定就会有大家有很多意见嘛，有时候会把条文放在荧幕上，大家针对那个做讨论，所以当然一定不会是最后政院版本，特别是我们是针对就是政院版有一部分说不清楚，或者是我们认为有空白授权的地方，譬如说像有一个什么以后只要是台美合作都可以买，那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部分，还有就是说有几千亿跟美国发价书无关的。那为什么不能够先讲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要买什么？要编了8年又没讲清楚，那到底为什么要有这个部分的空白授权？大家比较有疑虑。那这个当然到时候也会去讨论。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哈。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讲说，那既然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倒果去脉络化，因为当初赖总统他
忽然间对美国宣布1.25兆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一开始听都是会觉得哇，好预算好多钱，1.25兆，就算分8年的话，一年也要1-2千亿嘛。那我们今年总预算政府编了9000多亿。9000多亿，然后再加上前几个月有一个因应关税国家韧性特别条例，里面也有1000多亿的国防支出，所以这样子加起来其实是很大一笔金额。更何况这1.25兆特别预算，它只是买装备的钱，它后面还有维修的费用，加一加，有人估说这搞不好要4-5兆啊。是这样。那所以这么多的钱哦，那当然我们是国会议员，我们本来就是那么多钱，它一定会有一些排挤嘛。那我们当然是要把关，一开始一定是希望这样嘛。就是希望说赖总统可以帮忙讲清楚，但是他虽然后来都有说他愿意来这边做报告，可是大家一直没有进入到说那来报告是演讲完离开吗？对不对？如果是演讲完离开，我们就会认为说那开直播就好嘛，我们希望有问答嘛，大家一直没有进入到这个部分，所以那怎么办呢？就这样子看起来他也没有要理我们的意思嘛，然后后来那美国就有很多压力呀，然后再加上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大家意见，那总是要往前走啊，所以我们就。我觉得这东西就进入到下个阶段。然后今天早上赖总统他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话术啦，哈，譬如说他说其实我们增加的国防支出跟日本、韩国比起来没有比较多，因为日本增加了大概他说1.7兆嘛，韩国是1.4兆，可是实际上第一个我们增加的不是这1.25兆，你如果把年度的总预算，然后还有那些东西全部夯不啷当加起来，占我们国家的 GDP 的4.5%，可是日本。它的国防支出是占多少？大概是2%，韩国是2.5%，我们是4.多%，所以你不能够只看总额嘛，你也要把其他东西算进来。来，吴征，我先问一下，回到今天，当赖总统今天决定开记者会，把3军司令找出来，然后直接讲了叠出优先名单的时候，这是放大决吗？意思就是，如果再这样买不到，以后就不要再说是我们政府不够力或者什么这些，所有的错该谁扛？老百姓。赖总统是要表达这一块吗？那蓝营包括袁志刚要讲说，那就是有很多的话术在这里面，那不能因为讲说这一段时间大家空转延宕了什么什么，而是他们本来就是想要好好的，你来报告一些我们再说啊。那当然最后结果是当白银跟你讲说，哦，政院的我们会复委，那还在等国民党的版本，现在是这样吗？其实特别军购条例去年11月就提出来，那。走到现在，我们当然乐见它进入下个阶段的突破了，但是也必须说，因为赵元之刚刚讲法，其实接下来如果进委员会，他们也是说到委员会好好审查，问个清楚嘛。那我们不是从头到尾都说进委员会好好审查，大家来讨论，问个清楚嘛。所以前面跟后面不是到现在一模一样吗？就大家讲的嘛，你卡这3个月，不就最后压力很大，挡不住了，对不对？像我们这个荧幕讲到的部分青壮派直言，压力很大了，没有选择余地了，其实就这样子嘛。那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因为袁志刚有些讲一些资讯不是正确的，例如说你讲的8年1.25兆只有装备，不对，包含接装、包含训练、包含后勤维修都在这个里面，这是很明确的。那另外说排挤会不会排到其他预算？事实上，如果你把这8年1.25兆放到我们年度的总预算里面，那个才会排挤到我们一般民生的需求。我们把特别预算框出来，就是要它不要排挤到一般的总预算。我举个例子，各位，如果今天要买车。我如果不去带车贷，我说我从每个月我薪水啊，就是我现在我也不要带车贷，我就开始每个月薪水这样拨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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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其他支出一定会排挤到啊。我去跟银行做一个特别的举债，把车买下来了，我后面慢慢还，这样才是相对不会排挤到的做法嘛。所以我相信这个概念很好懂。那我讲回来，现在局势其实很明显，就是现在我们军购的状况是在什么阶段呢？就像是大家都网购的经验嘛，网络上你网络购物，你把东西看到商品，这个很喜欢，放到购物车，放到购物车，放到购物车。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东西选到购物车里了，可是还没刷卡，还没买单。那大家知道，这东西不是你放到购物车里面就变你的。有没有？你高铁，你那个票订了以后，高铁会跟你讲说，你如果没有在今天以前刷卡把那个票买下来，这个座位不会给你保留。有些演唱会电影票那个门槛更严嘛，演唱会刷卡系统，哇，你好不容易抢到了，我就要看这个歌星演唱会，所以1小时内你没有结账完，这个票就没了，位置就给别人了。我们现在就这样子嘛。那美国也讲很清楚啦，我没有办法永远帮你保留下去啊，我们发价书到3月中就要到期了，那你之后如果你自己台湾搞不定，就全部重来一遍嘛。所以今天赖清德总统出来就把这事情讲得很清楚，就是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过了这村没这店了，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就这个样子嘛。所以这个我相信
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个局势啊，就连我自己认为是已经蓝中带红的这个蓝营名嘴郭正亮，他都讲说，现在台湾多数民意的风向很明显了嘛，多数人就是希望我们赶快来把这个国防军购来去搞定嘛，因为我们台湾又不是没有钱，政府又不是没有钱，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变得更安全呢？对不对？大家觉得这没有道理啊。那现在看到这个局势的状况，我认为现在问题说现在可能有个变数，因为看到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民众党已经松口了，说支持让院版也进委员会审查，说这个是他们的最优先法案，国防是重中之重，所以民众党已经改变方向了。那问题国民党里面现在有2股力量，所以刚元之说党中央在整合，我认为不是，是党中央在制造国民党内的分裂。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内包含江启臣之前说关税这个也要让他过啊，包含我们看到这个徐巧芯有可能自提版本，一些青壮派立委说要过，这是支持说你至少进到委员会里面审查的一方嘛。但是在这个今天同一天出来，包含党团总召傅崐萁讲说，不可能支持院版，然后郑丽文主席也出来讲话。说国民党不可能松手，所以你看到很明显是在这个国民党中央党军购的车上，已经有立委觉得说这个前面就是悬崖，我要跳车了。就主席跟朱立伦出来，主席跟傅崐萁出来，马上把车门焊死，不准走，不能松手。那这个事情，难道各位观众朋友觉得真的很难懂吗？傅崐萁2024年当了立委后干嘛？带了立委组团到北京见王沪宁。郑丽文前上个礼拜派消息人到北京见王沪宁，想要3月去北京见习近平。所以郑丽文率领的党中央这个事情要挡到底，其他人想要走这个事情有很难看得出来吗？但我最后还是要讲一点，我认为如果国民党最后让傅崐萁去强压所有的立委，包含元之被这样的党中央绑架去挡了我们军购，这是罪大恶极，这是台湾的悲哀啊！傅崐萁是什么人？我再强调一遍，傅崐萁是一个炒股的内线交易犯，是一个假离婚的伪造文书犯。包含国民党过去金溥聪真的是病毒，包含国民党徐巧芯、钟佩君说以后让这种人重回党中央，国民党没有办法再赢得年轻选民的信赖。现在国民党要让这种烂咖，就因为他背后有中国的支持，就让他们挡了我们台湾的国防，害我们所有人陷入生命跟安全的危险之中。如果国民党被傅崐萁跟郑丽文牵走，那是整个党的堕落，那是我们台湾的悲哀。如果国民党被傅崐萁跟郑丽文牵走，那是整个党的堕落，那是我们台湾的悲哀。来，元之，没有，那跟老共有关系吗？包括党中央是在挡这个吗？没有，第一个就是傅崐萁他已经讲了嘛，现在整合版本嘛，那下次开议也是2月24号的事嘛，所以整合版本之后就会送进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确定没有问题，没有在挡啦。那接下来下一波就是大家来讨论这个条文到底要怎么定。而且吴征刚讲的党不只是在说党，他的意思是说跟老共那个地方，然后有没有去过以后就要挡这些，隐隐然是在讲说跟老共那是吴征有关系，他在连看嘛，因为郑丽文他们有他们的考量，有他们的理由啊，有很多个跟 A、B、C、D 啊，那吴征就说不对，不是 A、B、C、D 是一，就是中共，那就连看嘛啊！吴征刚把那个傅崐萁骂半天，就是用人身攻击的方式，就是说，因为你看他那么烂，我讲的4点哪一个不是事实？不是你讲出来。我说在逻辑上，这个叫人身攻击嘛，就是用人身攻击的方式去否定他的做的事情嘛。这个招式是跟这个赖清德是一样的，因为赖总统今天早上。你看，他居然讲说啊，是因为这届立委有很多是地方议员上来的啊，然后因为这个国会的运作跟地方层次工作都不一样了哈，所以说你啊，对，他也有包括我，因为我也是也讲了吴思瑶了，吴思瑶之前也是这样了，民进党有很多议员上，黄捷啦，对不对哈，也是吴佩益啦，也都是啦，这就人身攻击嘛，对不对？谁跟你讲说做过议员的就一定不懂国会运作？那你之前。如果按照你的逻辑的话，你为什么可以当行政院长？当时他也是从市长直接挑，地方层次跟中央层次不一样啊，这就没有要这个就是没有要跟你就事论事，而是说你是谁，说你不懂啦啊！既然你不懂，跟你谈什么，你就照着做就对了。所以我觉得很明显，为什么他治国会变成这样，就是大家都无法沟通，朝野无法对话，因为他就是觉得你老几呀，你一个地方层次的人，你凭什么跟我对话？这个很高傲嘛，傲慢嘛，所以才会变成说唯我独尊，难怪是这样。人家要检讨为什么？我院之讲的我都同意啦啊，因为反正政治上就这样嘛啊。如果要讲高傲的话，我就是觉得你写的烂，我就是不审。那你跟我讲谁高傲嘛？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很简单嘛。今天要讨论就持平的讨论。
我正能刚刚元之讲的，不要只看总额嘛。那我们现在在谈论的不就是这件事吗？细项到底是什么？这一段时间除了原先大家讲的3、4千亿之外，现在告诉你说我们也有国防自主，里面自己要盖的要建的这些东西，它当然不是这样。包含刚刚吴峥说，我们其实还有包含到后勤补保维修，也在这1.25兆里面。我们当然不想看总额嘛，我想知道细项啊。再来就是不要连连看，我也同意啊。但是我就请问一下。今天对于这个特别条例，把它连接到说，哦，因为这个补助款啊，当时统筹分配款啊，这个条文没有过，所以如果今天我给你这个，他一定就会去拿那个钱来补，这不叫连连看吗？这也是连连，它没有发生嘛。所以我就讲，这整件事情其实回到理性里面，我比较好奇的其实是国民党为什么在这次事情的态度。如果按照国民党的讲法是，你干嘛会感受到美方的压力？你就做对的事情就好啦。你就做对的事情啊！当时的讲法是什么？第一个，你们写得烂，拿回去重写；第二个说什么啊？我叫你赖清德来，你又不来你就没有诚意，所以我们不审。第三个说什么？军人没加薪我们就不审。这几个条件到目前为止有改变吗？没有啊。结果今天说因为美方的压力哦，因为这个民众党怎样？那国民党为什么不敢坚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你做我支持你啊，我愿意支持啊，你就不要送，你就不要审。你就不要谈傅冠奇今天要摆硬的，我也讲实话啦，就是说，当今天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陈永康的版本我们会想听？是因为他最少对这些的采购，对这些东西，他比起其他人都能够判断，当然他到底适合不适合。我不能够讲说哦，这个什么你当这个你去跑那个你就什么都不懂，你的表现，任何一个人表现在这个职位上可受公平，大家都可以谈论。可是回到了这件事情，国防的谈论并不是我们几个人坐在这边，你觉得可以买，我觉得不能买，或是怎样就可以讨论出来。为什么要有版本出现？我宁可看到国民党会把版本拿出来，就这么简单。如果国民党真的觉得我刚刚讲的，你们原先的辩护，你们原先为你们这个做的事情你是正确，你就永远不要审。凭什么你要屈服美方的压力，然后再来批评，就说哦不行啊，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我等我们版本出来，整个国家的空转就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要等你哦。你今天告诉我说你没写出来，我们就1天不碰；3个月写不出来，我们3个月不碰；1年写不出来，我们1年不碰。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嘛。不过来自地方的将军，现在这里看起来你也来自军方，是你出身也本来也是国民党，还当过主委，地方主委。好，那现在整个看起来，党中央跟尤其刚讲到青壮派委员或者国民党一些，尤其你是要选的这些委员。他真的会感受到这样一些的压力吗？或者早就想提了？那到底谁要挡这些提？好歹大家版本都进来，要不然今天就变成民众党说政院版我也愿意让他进来，然后民众党的版本出来，国民党的版本是国内的在野立法院最大党，而且国民党里面的军系委员理论上应该最多。那但是没有版本出来，它就会变成在这一块里面某种程度就好像是缺席了一样。那这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要告诉大家哈，不是当过军人就会做军售，不是当过军人就会做战略规划，但是陈永康会，因为在这个战规司成立之前，这个参谋本部里面有个叫做作战计划参谋次长室，他是专门做建军跟采购的，这个参谋次长室的中将次长就是海军啊，所以海军是最会做建案，最会搞军购。这是海军的专长，我们陆军都没有他行。你看，买一艘船简单，还是买一辆战车简单？那买船难多了。所以海军是3军里最会做军购的。所以陈永康不可能不懂。但是，陈永康为什么不出来提案呢？陈永康为什么不出来提案呢？因为我判断了，如果是陈永康出来提案，提的案子跟国防部的提案应该相差不远。因为他专业嘛，他专业嘛。你说好，你说。赖清德不专业，我承认他不是军事专业，更不是军售的专业。你说顾立雄他是法律专业，他不见得是对美军售的专业。可是战规司总是了吧？战规司里面是陆海空联勤军备所有军种都做过计划，做得好的人调到国防部去成立战规司，都是专家，每一个都是专家。那你认为战规司所这个做出来的计划，这1.25兆是乱报的吗？我告诉你，一层一层要上去。你军种要把你的像帕拉丁、像海马斯火箭，你要报到国防部战规司，你要跟军种的参谋长、跟军种的总司令、副总司令要报过多少次？所以
为什么有几门帕拉丁自走炮、几门海马斯火箭、几套？为什么叫吕坤修司令去？他很了解，他听到会背了，那海军的这个无人攻击艇，你认为他不知道吗？那空军的防空的这个强攻飞弹，你认为空军司令会不知道吗？清楚的不得了。这几个上将，就今天的这个12颗星啊，我里面大概认识6颗了，都是以前一起在念战院，我们都认识。他都是做计划出来的，都是做军购出来，怎么会不了解？而且大家不要看今天赖总统把参谋总长跟3军司令都找来，不是摆拍，不是算那几颗星。你知道他们在跟总统一起开记者会之前，他们有任务，有接受任务大家知道什么任务吗？去把以前当过总司令的还在世界上的人全部找来，一起吃饭，一起研讨。因为买 M109A9 从 A5 到 A6， 现在 A7， 这个历经了大概3到5任司令，所以吕司令会把这些曾经当过陆军总司令的前辈找回来，跟你沟通，跟你报告，取得他们的认同。然后海军、空军一样，他们都已经完成这些事情，然后跟总统做军事会谈的时候回报。那总统出来了，不是这3军司令加参谋总长，是一票曾经做过建军备战资深的老将，他们都背书。OK， 那你认为这段时间国军官兵，不管是恳亲会、春节的这个相关的活动，他的部属、他的眷属、他的家人到军中来，这个军售一定是重点宣示的项目，一定请大家支持，所有的军眷回去帮忙支持。你认为军眷会不会支持？其实我们在地方，现在我们准备要选举，对啊，我们在地方跑，不管是公庙的活动，或者是社团的活动，其实很多以前我的党员，黄复兴的党员，都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不喜欢赖清德，但是军购真的不该挡，军购真的不该挡，因为1.25兆复委进入院会讨论以后，大家认为讨论完一定是1.25兆嘛，我认为一定会被删，一定不到1.25兆，但是那是经过讨论，那可是你连他讨论都不准复委，这是怎么回事？那国防部提出了一个精准的一个特别国防预算的特别报告、特别预算。那请问你国民党或是民众党，你有一套战规司的人马可以帮你提吗？所以你怎么会认定你提的东西是比国防部提的要精准？所以蓝营的基层是焦虑的。他说这个军售跟关税的问题，如果再吵下去，他们年底的选票会被骂。会被抛弃，我们不能够因为一点点政治的利益而挡住了国家的进步。OK， 这是一个蓝营的党员跟我讲的。吴教授说，对我补充一下，就是虽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得很清楚了，但是我还是要回应袁志刚讲法，就是说郑丽文跟傅昆萁不是要挡军购，他们只是要。有一些他们的理由，说要买必要的，说要这个交期如何。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认为这些都是借口，这些都空话？因为到目前为止，到现在，我们看不到郑丽文和傅昆萁讲任何一个字关于国民党到底要什么。如果按照郑丽文讲的说，只要买必要的装备，请问你定义的必要的装备是什么？从来一个字没有看到，你可以讲吗？对不对？国民党过去在立法院，你们现在多数党啊，我们看到国民党要的什么时候，他会有讲不清楚吗？要普发1万讲得很清楚，要放5天假讲得很清楚，财化法要多钱，版本也他提出来了，甚至傅昆萁前年他希望拨2兆预算盖环岛高铁，他都提案了。如果你真的按照他们嘴巴上讲的，我支持国防制，我认为不要这么大，小一点，那这一个到底什么？过去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是3个月的时间了，他们从来一个字都没有讲。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是3个月的时间了，他们从来一个字都没有讲，所以这就我们提的，包含我们讲3月中。标枪飞弹的采购案就要到期了。标枪飞弹是单兵人肉拿反战车的飞弹，没有这个装备就是人对坦克，就是赤手对坦克。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不是必要？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字都没有讲，所以这个就是借口。我最后补充一件事情，大家知道美国为什么会有压力？国际为什么会有压力？当然有压力。我们知道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去年有去与那国岛视察。
要知道，从去年美国跟日本就在与那国岛上进行演习，去年是坚毅之龙，今年是铁拳，都在与那国岛上进行演习哦。这个演习是什么？因为美日已经考量到，万一有一天中国要打台湾，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台北到苗栗的距离这么近哦。那万一有一天中国要打台湾，他们从日本、从横须贺港、从美国北太平洋来开船来太慢了，先把部队部署在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的与那国岛上。我们的盟国现在是已经因应到这个状态了，结果我们台湾现在大家为了一些空话，为了说我这个没有党，其实如何，在这边虚耗空转。如果你是台湾的盟国，你也看不下去嘛，这就高市早苗讲的啊。如果一个人没有保卫自己的决心，谁都不会来帮他了。我们台湾不要变这样的人。我讲一下哈，今天郑丽文主席讲说要买必要的，请问必要2个字是郑丽文讲了算，还是三军司令讲了算？当然三军司令啊，因为他在用嘛，对不对？请问为什么需要海马式火箭弹？必要是几套？郑丽文你讲得出来吗？因为是谁在用？是炮兵的弟兄在用那你说帕拉丁的自走炮到底要多少门？要多少炮弹？要多少精准炮弹？什么叫必要？郑丽文你说了算吗？是买回来帕拉丁是郑丽文开一辆，傅昆萁开一辆，黄国昌开一辆吗？不是嘛？是陆军的弟兄在开嘛？所以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样的装备？什么叫必要？什么叫节约？什么叫浪费？我相信讲出来的人绝对是三军司令跟参谋总长讲的有说服力，因为他们在用，他们用生命保护台湾。你要给他最好的装备，否则他会无脸见乡亲。而你们是有那个权去审核，让不让弟兄拥有这些保护国家装备的人，你却在说必不必要。我要告诉你，如果今天买回来的军购、买回来的装备是国民党在用，那你说？告诉你，在用的是国军，是弟兄用他的生命在捍卫国家，不要再挡了，不要害国军。那后志，请问一下，当然你说在野党要严格的监督正常民主国家本来就应该会是这样，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不是单纯监督与否。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那如果要的话，你们也讲一下匹乓姐，就拿一些东西出来说，你到底要什么，跟这个到底什么不同，或直接讲他们的哪一些的不同，会进入到这，或是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政协会重要，还是年底这场选战甚或延伸到2028能够拿到政权这件事比较重要？就算郑丽文是党主席，这些权衡他一定不会不知道。那现在整个运作上面来讲，对国民党走到今天这一步，当总统带着司令去做，这已经算是爱德美顿输了吧？告诉你，再不过，那就不管在野党会不会讲说你不要擒了我，你不要什么什么。可是当他讲了这个，当民众党已经直接讲说我们愿意让政院版复委。那对国民党来说，现在到底还有什么筹码？我要先讲一下，第一个赖清德讲之前那个潜舰的预算，那是错误资讯的。那时候美国就是没有柴油潜艇可以卖你嘛，你过了他也没人买了。每次都拿这东西来扯。那时候是党没有错，但实际上你就是买不到了，你没有人东西停产了，没有东西可以卖，美国没有东西可以卖你嘛，拿那个东西来讲，真的是没什么意思。另外我要讲一下，我觉得陈永康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他有他的专业，但陈永康是有史以来存在感最低的国防立委，国民党的国防立委，我几乎没有看到他表示过什么意见，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你去看以前的帅化民或以前的其他那个国民党立委的存在感都很强，你这东西不是你没有主导权，或者说国民党都不可能的，是你没有表示意见，不管是你就要挺民进党也好，还是你要 defend 你要跟民进党对干也好。他基本上他是有史以来存在感非常低的一个国防立委，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应该。那我必须要讲，今天国防预算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国民党在这地方我一直都没有论述，就是总预算跟国防预算是2件事情。总预算国民党可以讲说，因为你军公教加薪没有编，因为你财划法如何，所以你行政院违法在先。不管民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国民党可以说，因为你违法，所以这东西我赔你在这个地方，我不让你审。军购不一样，因为军购特别预算，他国民党现在唯一的讲法就是说，你赖清德不来做国情报告嘛？问题国情报告不是否这个的嘛？你不能够说，因为他不来做国情报告，你就把他 hand 在这个地方。你当然前面1次2次可以，说你现在我搞不清楚你到底要编什么东西啊，内容不清楚，几张纸就来讨多少钱啊？你前面2次可以，问题是你一党再党这件事就没有道理，尤其是现在的状况是因为你碰到的是川普，
川普今天不管赖清德讲说我们是会退出优先名单，不管这是不是真的，但川普干得出这个事啊，是啊，对不对？川普对南韩，他如果跟你讲说你军购预算不过，你军购预算不审的时候，我要调你关税，你国民党后面要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跟总预算不一样，你国民党在这上面应该有一个策略的，你应该有一个策略，说我到底要怎么办？那然后你之前没多久才放了民众党的版本进委副委，然后政院版还是一样轰炸嘛？你今天就被民众党背刺啊！我今天就问嘛，假设今天黄国昌还在立法院，今天这个记者会长这样开吗？同样的事情也不会讲得那么直白，这么难看吧？对不对？人家现在就是直接背刺你嘛，所以国民党就变匆匆忙忙嘛。好，突然跟你讲说我们也要提版本。好，我们因为之前连版本要不要提版本都没有，今天傅昆萁讲说我要提版本，那今天又传出来说国民党的确有一个版本，说是大概是8000亿，因为民众党那个金额太少，美国要卖的我们不止这些，那他编了一个8000亿，大概就是美国要卖我们的，我统统买单，剩下的要你回到年度预算去。那之前为什么没有？因为其实说你今天来讲，你不审。不是，你可以删，但是你不审这件事情就没有正当性。我跟你讲，总预算跟这事情不一样，总预算那件事情还说得过去，这件事情就没有正当性。那你说，今天当然又扯到说，之所以这个版本一直没有提，要不要提不决定是郑丽文这件事情，我觉得国民党内还有的吵。我不太确定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但是最起码就是说，我觉得今天的状况是说，不管是郑丽文好，不管傅昆萁好，他们就是吸反射嘛，他完全没有去想我后面该怎么办嘛。我今天挡了，我就明天就继续挡。结果赖清德是1天2天不断的在攻你，就同样一套东西在手，你就变成你非常的被动，而且的确来讲，因为美国的变数你扛不住啊。今天不是说美国直接对立委施压，我就讲他如果跟你讲说你现在刚刚谈好了台北贸易协定，跟你讲跟韩国一样变成25%，你怎么办？你国民党完全撑不住啊。所以你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讲，你就是一定要有对策，但是我觉得郑丽文的状况就是不关心，我不觉得他是附和，就是说附和中共或者被中共指示，我觉得没有。他不关心，真的要关心什么？他就只关心政协会跟国共啊。对，他到现在为止，真的江启臣的事情他也不关心，彰化的事情他也不关心，新竹的事情也没解决，这基层也是这样想，没有，因为就是说，对他来讲，我觉得对郑丽文来讲，他希望透过国共论坛，希望透过政协会来确立自己正统的领导地位。因为我本来的能量弱，那透过这个之后，你们谁敢再讲说我不是国民党共主？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其他事情就变成完全没有在做。所以比如说他为什么要去抓说？他是为什么是蒋介石以来第二个国实院院长？也是一样嘛，我就抓思想，抓正统嘛，这传统的共产党跟国民党的那一套嘛。那问题是说，你现在面前有这么多的问题，必须要去解决，必须要去碰的时候，你现在不碰就出事啊。比如说我这样讲，联合报最近已经社论骂了好几篇，在讲说你今天国民党的提名乱七八糟，对不对？你一边去政协会，结果你这边提名完全不做。江启跟杨琼英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是你说陈建贤跟徐欣怡那个问题还比较复杂。江启跟杨琼英这么简单的选择题，你说我要搞到3月，卢秀燕跟你讲说3月太慢，你也是不理他。没有，你告诉我蓝营支持者怎么办怎么样嘛？所以蓝营对郑丽文的疑虑是越来越高，疑政的氛围是越来越高嘛。民众国民党支持者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好，那如果这样，明凤，你知道他要干什么吗？因为现在看起来往下走，我刚刚讲，就算今年没有要选，像原之他们立委没有要选，你也要顾到你2028要选的时候会不会被人家拿出来翻这个账，更不要说像。好，不管你说江启臣或杨琼英啦，或徐信这些都是立委要转战的。他如果真的转战的时候，这一波一定也会被拿出来。所以为什么讲说江启臣他们会被急，然后这些版本你不要再挡或什么这些，或是尤其青壮派的这些，他一定都会面临到这些啊。更不要说本来国民党也许还有一个底气，就讲说没关系，反正再怎么样我们2兄弟扛，好不好？一个蓝一个白，我们一起扛。就现在一转眼发现今天是这个局面。对，刚刚讲说，如果是黄国昌当总召，会不会这样？
所以这表示真的是当柯文哲在整体操这个盘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对啊，陈清龙今天的讲话很清楚嘛。如果没有柯文哲指示，他会这样讲吗？他敢这样子讲吗？他一定又听黄国昌的嘛。就是说不要审政院版嘛。可是他今天不只说要审这个民众版的这个版本还要把行政院版复委，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展啊。毫不啰嗦，从来没有那个民众党过去那弯弯绕绕，每天出来开记者会只会骂人这样子而已，可是这是完全讲实质内容，完全讲我说我们行政院版我们要过，所以说当这个东西一破的时候，你们国民党要怎么办？所以说当这个东西一破的时候，你们国民党要怎么办？其实都没想到过有一天民众党会这样吗？就是柯文哲上来之后，因为又是陈清龙的话，大家就觉得说没有黄国昌以后，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嘛。对吧？那应该要想好一些备案吧。对啊，那不是？我觉得国民党内部其实也有分歧嘛，就是说。譬如说徐小新到底有没有提那个版本？现在变成双面说法啦，什么傅文琪说没有这个8000亿的版本什么的，可是问题是明明就有提嘛，而且很多立委其实有反映到说我们要选举，不要再挡军购，不要再挡总预算，甚至于不要再挡关税，更不可能挡关税。那你看看那个古立言去台中找江启臣，找这个卢秀燕，他通通是在忙这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很重要？就是这个整个国民的观感，就是需要这个国防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的东西嘛。那这个这个美国非常的用力在使劲，那所以说国民党内部其实压力也很大。美国现在发动非常多的行政官员跟学者，通通跑来台湾找那个曾经留学过美国的这个国民党的议员或是国民党的委员。你只要在美国有一些认识的人，他都会跑来台湾专门找你聊天。所以台湾的所以国民党内部有一些这个比较亲美派或知美派人，压力大不大？压力很大嘛。那你现在压力最不大的只有2个人，一个就是傅昆萁，一个就是郑丽文，因为他们压力是来自于另外一边，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这个党团曾经有人讲过说，那我们就军购就过了嘛，就把他这个送版本或者怎样这样。结果傅昆萁就说不行，有事情他负责，这个东西就你负责。那我要选的时候，你也跟我负责嘛？所以谁能负责？对啊。那问题是，那你郑丽文也装聋作哑啊？没有，郑丽文讲说，因为他做的事都很正确，不是吗？对啊。就是民进党也怕他，然后赖清德也是，他现在，所以他做的事有史以来，我们都很怕，好不好？都怕死了，好不好？那所以说，那你郑丽文也许没有力气去管党团，但是问题是，你这事情要出来沟通啊！你国民党整体面对国民质疑你们党国防预算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态度？这个东西压力很大啊！你因为选举要到了，那你看这个，高市早苗，你看没有人会帮助一个没有做好自卫准备的国家。其实我还看过一段影片，他是一个国防大臣帮一个议员在做助选，他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今天我们站在我们旁边这个人也是做过自卫队，另一个候选人做过自卫队，他说。自卫队的生命我们都非常的珍惜，我们绝对不想要发生战争，但是我们要如何不发生战争，就是我们要战力平衡。就像他举了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例子，就是对小野什么天子，他就讲说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就是他们武力不对等。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战争发生。所以一旦我们日本这个加强国防之后，就没有人再可以侵犯我们日本。那同样的道理，国民党不懂吗？不知道吗？所以我们买这些军备都是在充实自己，我们并没有要打仗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军备很弱的时候，别人就容易侵犯我们嘛。这完全就是国民安全、国民自卫的一个动作而已。可是你郑丽文为什么不听？其实我觉得私底下你去听那些这个就是被美国沟通过的人，或是说他们比较理性的人，他们怨言非常多啊。怨谁？怨郑丽文啊，怨萧旭成啊，讲那个话就是没常识啊。你说比科长大一点点。对啊。没有，古立言后来不是在萧旭成口中升官了，就升到司长级了。
谢谢啊，人家本来是大使人家是3级，有一个国民党的这个市长级的幕僚还解释给我听，古立言的这个成绩是怎样，他就说是萧旭晨没有这个尝试嘛。所以说你整个国民党就是为什么会控制在1-2个人的手里面，然后呢完全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是让人家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啊。那如今你面对选战要开打了，那这个党国防预算这件事情又开始要找柯志恩算账了，然后又找谢龙介算账了，可能也要找这个徐欣莹还是谁算账了嘛。所有立委去参选都要算账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时候，什么东西扛得住，什么东西不要扛，这东西要搞清楚啊。这你可以去背个总预算可能美国人也不会很关心啊。可是你偏偏去挡了这个军购跟这个所谓关税，那你就很奇怪啊。军购的东西，你觉得川普通电话之后，美国继续丢出要买，那你觉得川普通电话？习近平跟他讲说军购不要卖给台湾的时候，川普是怎么回答的？是吗？绝对不是啊！他是回答他说啊，你们中国就在旁边一直在做演习，意思就是说我如何不卖的意思嘛。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个卖军购的上面都非常强硬嘛。所以你们然后一堆人就开始解释，国民党一堆解释啊，我们也是亲美的啊，或者是怎么讲，这事情无关亲美或是亲中嘛，这是我们国家自己要自己保卫安全的事情嘛。这跟日本人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台湾的国民党不知道？接下来呢，当今天赖清德总统开完记者会，民主党做这样表态，大家接下来看的就是国民党接下来包括不管是版本啦，或者在行政院的版本，副委不是，其实不用讨论啦，因为当绿营跟白营如果都说要副委的话，就是这么微妙，所以国民党就算举反对票，他一样会副委 ，OK？ 那所以我说这等于是实质的绿白合，未来当柯文哲操盘以后，还会再出现这样一些事情吗？可是蓝白合在选战上面那又是不同的一些状况，可是在因为昨天上午的时候，那高金素梅委员侦办了这件事情，那让所有的人大家那这件事情，那接下来的发展呢？但后来这个发展，任俊身体不适，因为你照时间算，好了，最起码有没有强制处分，或是要无保险或什么？结果后来因为身体不适，所以还要再另外侦讯，但是限制出境出海。那最起码最高薪委员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其实昨天的状况其实蛮特殊的啊。第一个早上6点钟兵分30路哦，那就代表不会是6点钟大家才出发嘛？那当然。那他还要再带回一开始说带回18个人嘛。好，那如果按照大家对检调的了解跟认知，他应该会先确认这18个人在哪里。那所以应该不会是昨天5点才出动，有可能是更早之前就出动了哦。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进入到立法院搜查的这件事情哦，现在传出来说在里面搜查7个小时，委员办公室没有特别大啦，委员之委员的办公室应该也没有大到这个几百平，说要搞7个小时搜，因为以前像检调如果要搜的话，大概确认一下这些东西的物件大概是什么，通常贴了封条就带走了，很少。谢点名他家大，很少会搞7个小时啊，所以看起来我觉得第一个很慎重啊，因为委员7个小时办公室大概可以走好几百圈了啊，那看起来应该是慎重，就是我一项一项的确认，他每一项都会看，然后如果最慎重的就是，如果像任俊刚刚讲，最快的方式是大概是这样，那我就带回去，是。可是因为那样就会讲说，这关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这样？所以那一般在搜索的时候，如果看，就是他大概都会先翻这个文件，确认一下这里头有没有关系。好，有，那好，那就这边是要搜索带走，那其他看没有要留下来，这样就特别花功夫，这样就特别花功夫。那如果再特别看仔细一点点啊，因为老实讲。这一次最奇怪的是北检啊，因为北检的态度是说，他先发了一个新闻稿。那以前老实讲，侦查要不公开啊，但北检就给你公开了啊。公开他的最后一段说啊，因为这个跟社会公众瞩目啦啊，然后所以呢，他们是援引这个侦查不公开哦，什么第8条啊什么的啊，跟大家讲说啊，我要公开。所以唯一特别是第一句，因为他跟你讲说这个案子不好意思是因为国安战，对，国安战跟我们检举，所以我们来侦办，我不能讲说这个先把这个责任先讲清楚但是因为我老讲北检的意思是说，不是国安送过来，我今天在跟几个这个律师界的朋友在聊，但大律师也在这边嘛我特别问了一件事情，说理论上面检察官如果要发动搜索大概他对这个案件他大概收集多少，他会决定说，我要不要采取行动？
他说大概30%左右。就我接受到资讯，我愿意发动调查，或者大概30%嘛如果要到起诉，可能要到这个6、7成左右，要有点把握一点点，再高一点。然后呢，到法官的时候，可能不见得100%，但他可能要9成左右，他觉得 OK。要判罪，如果判刑，我说那如果国安战呢？因为现在大家好奇的是，北检现在讲3个案子嘛，疑涉3个案子嘛第一个是助理费是不是有诈领助理费？不太会是国安战嘛第二个就是那一个所谓的违反什么医疗器材的这些，那大家认为说是不是跟那个快筛中国制快筛有关嘛那这个比较有可能，为什么？因为这2天大家讨论到很多甚至第3个说是不是会有这个诈领协会的这个补助款的这个案子，那也不太会到国安法。所以我就讲说，昨天除了一个搜索7个小时完了之后，移送北检的之前，说是在国安站里面问的，一开始说有人在北基组嘛，有人讲说，后来就讲比较明确，应该是在国安站，那就呼应了检察官一开始的那个第一句，就国安送过来的嘛，国安站送过来，我们当然送到国安站去。只是到了北检去之后呢，很快的时间，高金就出现了，为什么？留下这张画面。因为呢，说进行人别讯问完了之后呢，检察官有直接问高金的这个身体状况，确认一下高金的身体是不是负荷得了。但是呢，高金委员说呢，他身体状况有些不 OK，所以呢，检方后来决定裁示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讲的那一段，我呢先让你离开，但是限制出境出海，还讲了一个我还没问完，我们择期再请你来了解。择期再请你来。那当然，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个高金委员我必须讲，因为一开始这个事情是罗志强先跳出来的。虽然大家很好奇，罗志强人不在国内，他对了，赖清德出手了，怎么样？本来很多人以为说高金出来有可能会，要么就表达一下我是被污蔑的，我是这样，没有。高金其在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没有说话，没有说话。那到了这个台北到了医院去之后。医院也没有特别表达他的病情，所以到现在为止，高金没有针对他的部分有表达，就是说我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样。好，我再来。可是比较有一个特别的是，高金的助理，一位张姓助理，昨天在北检的新闻稿里面同步被写出来，某委员及其高姓助理张姓助理，结果这个助理被申请羁押被申请羁押禁见。好，现在开始有不同的说法，第一个。高金其实这个案子在昨天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讲他不会有在法律的下一步嘛，因为你要立法院同意嘛。那现在虽然开会，但没有开议嘛，你还要先把这个文送到立法院，然后立法院决定排进程序委员会，程序委员会再决定什么时候开全院委员会议，然后大家一起来投票。那么不可能是这几天里面会结束，2月24号开议，你也不可能马上做啊。所以本来高金在昨天就不会，就如果检察官再怎么样侦讯完了，你总要有下一步的动作。刚好高金不舒服，我相信他不舒服是真的，我先讲清楚我相信他不舒服是真的。但北检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必须讲，他讲了一个叫择期嘛，留下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他的助理被羁押禁见，被申请羁押禁见。现在外界开始好奇是，如果委员不能够被羁押，那你贴身的助理，这么重要的一位的助理，我直接申请羁押禁见，是不是避免你们在外面有勾串的问题？这个其实立刻在今天就被做了非常多的讨论。对一般的案件啦，我个人相信是，高金委员身体不舒服，然后检察官在谕令说要，可能先到医院去，然后限制出境出海，应该通常都会再讲一个就是。委员这个案子，我们还要再继续择期再询问，所以通常我们会不希望在外面听到有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些，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希望在外面听到有跟这个案子有相关的一些。那希望委员也知道，通常如果是有中间这样，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要中间身体不舒服，然后要去就医已经很少。可是如果有这样，他一定会跟你讲一个，就是不希望在这过程当中会有任何外面听到有相关的这些，更不要说对着镜头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了大概都会做相关的提醒。主持人在偷臭谁？没有，这个一定会这样的，好不好？通常你对办案过程也一定是这样嘛，侦查不公开嘛，会是这样。好，但是来元之对蓝营呢？蓝营里面看到韩国院长说话，还有包括就是什么。
就是减掉，不要当政治的打手啊，要有什么高贵的灵魂啊，什么类似像这些。对国民党内部怎么样看这件事？因为当然高金跟大家的那个感情啊，什么都不错，也大家觉得他监督政府都很够力啊。那我会觉得说，忽然在过年前这么大动作被调查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嘛？那详细内容我们不可能知道，可是我们会从一些媒体披露或者是一些程序性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些质疑啦。比如说，像刚刚的宇哥有讲说，这从头到尾都是国安站在办的，好像按照媒体报道，他这个事情的起源说是2022年。说什么有什么南部是不是高金的团队有在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快筛，所以是追查跟高金有关，然后呢什么巡线就发现高金疑似设三个东西，但很奇怪就是说后来北检讲的这3个罪好像跟国安都没有关系，比如说疑似助理费的事情，或者是有协会补助款、诈领补助款，然后或者是违反医疗器材的管理条例，这跟国安都没有关系啊，这个跟国安都没关系啊。对，所以为什么从头到尾到目前为止还是由国安站来办？我就不清楚，因为调查局应该有别的单位啊，为什么不是说国安没问题，那可能我们有别的线索，另案代办就请其他组去办，那为什么从头到尾就是国安在做？我就觉得很奇怪哈。然后再来就是，你看这是2022年的事呢，2022年快筛，但是。我会很奇怪，就是我当时看到绿营的参选人就讲说，哇，怎么连陈玉珍都要一起办啊？然后所有那一年有送这个中国大陆快筛的，通通都要去办。那说追查到说这是什么厦门的一个台商送的，还办一个捐赠仪式。但是所谓的国安或反渗透法这个事情是要跟选举相关。如果说有候选人送快筛，基本上快筛一个就超过30块，那当年度如果送快筛，如果跟选举有关，他就被办贿选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很显然就是说，他就是当时台湾因为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快筛剂，然后有台商，他们觉得说这个希望透过一些管道可以帮助台湾人拿到这个快筛剂。这件事情我个人是不觉得说跟什么反渗透啊，跟选举是有相关的。如果跟选举相关，就会被办贿选的嘛。我个人是不觉得说跟什么反渗透啊，跟选举是有相关的。如果跟选举相关，就会被办贿选的嘛。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忽然间就透过这件事情追他其他东西，然后甚至于大动作就扣那么多人手机，其实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把手机拿到了，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其他东西，然后再来追，这就有一点，我认为就是多少有点针对性。所以我们当然会觉得说，感觉上这个事情是不是昨天那种大动作，那个30个，好像是30个地方18个人，可是后面其实有蛮多人是无保请回嘛，然后还有很多是10万交保啦，有一个是被声押，就是他的助理。所以到底怎么样，我们不晓得。蓝营有很多人会跟罗志祥委员的想法一样嘛，赖清德出手了，然后不演了，然后民主的寒冬来了，根本就是政治办案。蓝营会有很多人是这样想吗？蓝营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想吗？我不知道，就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没有开会，我不晓得。你们会同意罗志祥这样的说法吗？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接下来就看啦，就是看到底最后到底有什么证据。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不要再躲了，直接回答。以这个现状来看的话，他也是被请回嘛，然后很多其他当初被锁定的人也是请回啊，很多10万交保。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像昨天动作那么大，而且昨天第一时间有很多人都带风向，什么传什么高金什么这个是他说什么他上次选举有中国的资金或什么讲一大堆这种东西。就很显然，就是也有人在放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像政治东西。不，刚刚元之讲的那些，我知道是有一些蓝营的疑问但是事实上这些资讯其实都很清楚了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快筛的部分，因为有3个是县议员。那县议员部分在2022年，当时他们在发送快筛的时候就有办，而且有人提起是不是有贿选跟当选无效之诉。不过后来在判决的时候认为说他在发送的时候，那上面写他们是明白表达那是高金素梅委员提供的，然后送的东西上面并没有他们参选人的名字，所以法律上面认为说他们不涉及这个所谓的贿选，那个其实在司法上一直有侦办，所以现在大家才会去质疑说是不是因为那一批的东西跟高金有关。
再来就是2022的时间点哦。事实上，如果这个元之有看一下现在这个报道的这个状态，你就会知道哦，为什么会去质疑说是不是跟这个所谓的中资或其他资金有关？是因为高金它是如何取得这一批的？因为它数量蛮大的哦，它数量蛮大的。再来就是说，如果他自己购买，那这个当然他可以提出啊。如果是有人赠送，是谁赠送？这个里面因为涉及到跟选举有关，还有一件事情是，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在当时2022年不是我们不能够有快筛，先讲清楚哦。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期待要有快筛出现，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5月11号，为当时的食药署就有表达说，从5月11号到6月30号的时候，你可以个人从国外携带自己要用的快筛，100剂以内。现在问题来了，你如果看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报道了啊，他其实有提到，就是说高金或其他人有没有可能疑似用人头的方式，大量的进了这一批的快筛。但我也好奇啊，一个人100剂要搞到这么大的数量，我要找多少人头我才有这么多的剂量？可是现在就回到了，就是说。唯一这3个案子里面，如果就字面上面看的话，我同意元之的那个说法，就是有些人会质疑说，跟国安有什么关系？通常反渗透法就要明白讲，像当时大选的时候搞什么里长说去中国参访，你好歹有个直接对价。但现在其实为什么会认为说跟那个违反医疗器材管理的那个部分会比较有相关的，是因为高金确实他当时所赠送的这一些的这个快筛，包含那3个被找过的这个这个议员们，他们都有讲说这个是由高金所提供，而它的包装盒上面提的就是中国制造。那来吴峥，这刚远就是讲说，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到底跟那有什么关系？要用国安的方式，甚或一直会声会影的讲，那包括不管是快筛啦，或是有这些跟老共的资金会不会有什么关系？是这样吗？我先讲，就是因为罗志强出来讲说这个是什么司法的寒冬啦，什么政治办案啦，不演了。反正国民党过去这2年来，只要有任何人他们人涉案，他们先出来就骂司法再说嘛。可是刚好太好了，这个我们可以持续讨论，因为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国民党，这国民党现在都不会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这个有点羞耻嘛？元之你们上次那个去冲北检，蒋万带了1票立委去冲北检的时候，那时候你有去吗？蒋万安声援黄旅警如那时候有啊，你也有去？有啊，对啊。那大家看了，来我先看上个礼拜2月2号，这个之前罢免我们原住民立委吴丽华这一案。国民党的主发会副主委黄碧云、主发会专委李德全、谢有光都认罪了。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去年也是国民党1票立委、1票议员聚在北检前面啊，司法不公啊，政治打手啦，还要冲啊。黄旅警如后来认罪了，满志刚也认罪了，刘星也认罪了。所以你们根本就是犯法，然后去骂检调啊，对不对？那我这样讲有错吗？那所以我们看到以前会人家觉得说大街骂人小巷道歉很没品，国民党现在是大街骂人也没有道歉，然后还继续骂人，你看这不是很奇怪吗？那我们讲回来这一案了，当然我刚刚讲的是现在已经审出来了，好，那跟高金这一案我们当然还司法要调查，那只是说这一案状况是怎么样？因为包含刚刚任俊哥补充到，就2022年那时候有送快筛，包含这个月秋女啊，就以前说高金的前助理嘛，他那时候有发快筛，可是当时在这个案件侦办是关于选罢法，因为选罢法我们知道贿选最要成立是最重要有对价关系啊，就我要送你东西，然后我说因为我送你东西，所以你要投我。那当时这个在送快筛这个事情上面，检调法院后来审出来认为说，虽然他有送，可就送身体健康的啦，就关心您啊，这样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投我所以那这样没有成立贿选，基本上是这个意思。那问题是说，好，可是现在按照我们有限资讯来看，那检调可能要查是说，虽然他本人在末端不一定有成立贿选，可是前端他是怎么拿到这个快筛呢？那拿到快筛的过程中，因为包含例如说，如果是来自所谓中国方面的赠送，然后他跟你的之间有一个对价关系，说，我给你提供你资源啊，你未来要帮我做什么事情，那这样的话也是有可能触犯到国安相关的法律的，所以这个部分要待检调来厘清。好，那所以看到刚刚元之也提到说，包含有人点名陈玉珍，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在当时2024年的时候，这个新闻也有发现，就立法院里面发现陈玉珍办公室丢了，当时有人去数，大概丢了300箱的快筛出来这个 BioTime。那这个快筛呢，当时大家算一算，大概总共有15000份的快筛了。那其实刚才说快筛一份不到30，其实也没有啊，因为当时
时在2022年，我们知道那个疫情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价格炒最高了。但2022年那时候其实大概一份还是要大概新台币100元左右，所以其实你看这边按照陈玉珍他办公室丢了15000份快出来，这也是150万。所以你说如果这个是自己买的，会舍得就这样放到过期丢掉吗？那显然这个后面是别人赠送嘛，那这个也不是，其实也当找到，现在大家也找到，当时其实这一家 BioTime 啊，就这家厂商，其实当时是有发新闻稿的。那在2022年的时候，这家 BioTime 宝泰生物科技，也就是中国这边的科技，他有说，他透过厦门的台商协会啊，通过陈玉珍立委以及透过新党，好，总共来捐赠了台湾方面380万剂的快筛，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这一案的涉案金额总共高达3.8亿啊，就是一份假定我们100块了，对，所以这380万份快筛，其实现在都证据直接在嘛，就是当时中国厂商透过不管是新党陈玉珍哈，或者是说甚至像高金素梅委员的一些管道来赠送给台湾民众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前方有来自中国厂商赠送，后端有确实发到民众手上。那只是说中段这一份到底在赠送的过程中，中国跟我们讲发送政治人物之间有没有一些协议，有没有一些意见的交换，或讲好说一个对价条件？有的话那就处罚，这就是点家厘清的；没有的话那就是做爱心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没事。所以这部分是我们可能未来看这个案子怎么审的。来，或者这件事会在农历年前，你说其实是引起各方的瞩目。但是最后结果就是身体不适，择期再训啦，或所有这些，为什么？有人说让子弹飞一会儿，要飞什么？我不懂因为其实昨天第一时间高金被收的时候，我想象就跟吴峥讲的一样啊，就是跟老公收了什么东西被抓到嘛，张丢嘛，对不对？所以才会抄成这样啊。结果办完之后，收完之后，立刻我看不懂他在办什么。你现在他办的东西是吴峥讲的那样吗？好像没有人确定吧，对不对？助理费跟补助款。好像也不确定。我本来以为你国安站出手就是要办国安，这个通敌通匪抓到了，结果办出来看起来这样，我到现在为止看不懂他到底是哪一条？他讲3条啦，到底哪一条可以一棒子夯死他？没有啊。当然，我觉得韩国瑜不适合去讲那个话，但回过头来讲说，你剪掉拿这么办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去30路收一个立委的时候，这也是欠人家骂。但明凤现在看起来的话，当韩国瑜直接讲了。对，那就像什么不要做政治打手，类似这些。那现在如果照刚刚后志刚刚讲说，那现在办到现在这样，显然后续还有所谓的后续还有是说，因为后面再择期再训嘛。但你后面择期再训，再怎么训，因为立法院现在都是无缝接轨嘛，就一路无缝接轨，他就一路这样下去了，嘛，对不对？对，不是，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用国安战办的话，目前看出来这3个案子。真的是有点太重了就哪一个是国安？对，就看不出来哪个是国安嘛。你说快筛那个连结性也很弱啊。那我是猜说他应该有更严重的事情没有爆出来，那你就要看后续到底有没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是跟真的国安战有关系的。不过你快筛的东西，那你如果要办的话，你2022年这个选举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办的嘛。那你扯到现在，大家当然会觉得说你当然啦，我们去年的司法有一种习惯，就是旧案重办嘛。林岱华的也是然后那个陈怡君好像也都是很久一点，郑文灿的也是很久以前的都拿出来办呐。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司法要这样搞啊。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他现在是一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他不是这个随随便便的人。那如果你证据不够充足的时候，你这样子未来办出来这个连结性太差的时候，我觉得你司法本身的公信力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在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就事论事。但是你韩国瑜院长啊，我就从头到尾就觉得你韩国瑜不晓得在干什么对不对？那我又要说我骂韩国瑜，但是我就觉得他是最差的立法院院长嘛。那你应该说我们希望这个司法可以还这个委员清白，那你马上就帮这个委员保证他清白。
那你不是很好笑吗？所以说我觉得韩国瑜这个那上次那个谁林岱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帮林岱樺保证清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韩国瑜做院长，我们做起码的行政中立，你至少要顾及到嘛。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讲说，哎呀，他是共匪，他从这个胡锦涛时代就拿很多钱，可是那是一回事，而且善反是一回事。对，不是当时你没有办，你今天又回过头来办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个你不能说他看起来就像共匪，那你就应该以共匪来办。所以我觉得还是说，请问共匪要长什么样子？我不晓得，就是看起来像就很多行为啊，比如说你我们家习近平啊，然后去跟胡锦涛也不会拿很多钱啊，对不对？就是看大家认为他几乎在大众的眼中，他就是跟中共很好的一个立法委员，他比较轻松。对，但是问题是很多事情有关于国家的东西，你还是要涉及到具体的证据跟司法的证据调查，这样子才能够说服大众啊。你就是跟习近平一样嘛。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的现场。来，将军，请问一下，刚既然讲到两岸这些，因为接下来2月24号开议，大家一直在等说，那当民进党的李贞秀委员，然后如果上来的时候，到底行政院现在该怎么办？行政院现在看起来，内部机关像内政部啊这些讲说密件我不会上去，不会给。然后呢，要不要备询？他们可能也在考虑要不要去回答这些。那这些其实也是大家就是因为两岸之间非常复杂一些关系，造成最后这样的结果。很奇怪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空窗期因为是2024年这个立法委员。不管是不分区还是区立委，都当选了嘛？当选，所以李贞秀的这个参选证书、参选的申请是在2024年1月份，可是李贞秀却是在2025年3月才去注销户籍的。那这不是跟《两岸关系条例》第91条就抵触了吗？里面写得很清楚，台湾人民不得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或领有中国护照，违反前项规定，在中国设有户籍或领有护照者，丧失台湾人民身份及在台湾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担任公职。他就2024年的1月，他就还有户籍啊。那既然他当时那份报名表是无效的，现在怎么会变成立法委员呢？这不觉得很怪吗？你每一次那个国民党的朋友都跟我讲那两岸关系条就这样讲的啊。对，那我就跟你用两岸关系条91条。他2024年的1月，他就还有中国户籍嘛？至始至终那就是无效的。就像你买了一张无效的彩券，那完全没有效用。我中奖了，我要兑奖不是这一期，不是这一期的，上一期的，你怎么兑奖嘛？对，那所以看这个调查这个就很有趣咯。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份李贞秀继续当立委支不支持？那整体支持的21.6%，不支持的高达53.8%，那还有24.6%无意见。那当然。民进党反对的最多了，他就不支持啊！你赶快给我滚蛋！你没有资格当立委，89%。然后民进党里面还有3.2%支持对，那也就表示还不错，还有人支持。可是这怪了，李贞秀明明就是民众党，对，可是支持李贞秀继续当立委的国民党比民众党多国民党支持的有46.3%，民众党自己应该100%才对啊，民众党支持率只有44.1%，你看这怪不怪？所以李贞秀应该到国民党去啊，国民党支持他继续当立委比较多。好，那这整个是这样啊。可是你看这就有趣了，这是内政部说，如果李贞秀真的去当立委，他是非法的立委，所以我们不提供机密文件给他。哇，大家来看一看，整体觉得对，内政部这样做很好的56.2那这不好吗？他当立委了，该给他看就给他看，泄点密有什么关系？25.9，然后这里面。就是支持内政部做法的，民进党有81.1%，就说好了，不要给他看，这就我支持内政部的做法。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那给他看好了。国民党他同意就是同意内政部这样做的不要给他看，还有39.2%，然后民众党说不行，当了立委那个就要给他看，这个不同意内政部做法42.4%，那你不觉得这很怪吗？国民党愿意让李贞秀当立委的有最高，认为他当立委的最高。可是呢，他觉得说他不可以看机密案件的，却没有民众党高，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案件。也就是说，李贞秀，国民党应该是这样认为，
李珍秀可以当立委，但是呢，就是我叫你举手就举手，我叫你不要看就不要看。哦，这李珍秀不是国民党的，是民众党的。可是民众党就是说，我觉得你好像也不太敢当立委，这可能是陈志涵那一帮人吧。如果李珍秀不当，陈志涵就变立委。对，也许是这样，因为你知道，民众党党小斗得可厉害。那在地方，光是桃园，哎呀天哪！桃园，我以前一直认为初选或者这个时间点，国民党是斗得最厉害。哇，国民党完全被民众党打败。民众党一个地方才3个人参选，哇天哪，打得头破血流啊！对不对？我告你这个，你告我这个。所以这张民调一出来就发现了斗性最强、内斗的最强的，真的不是国民党。国民党这我们想起来，我冤枉他了。内斗性最强，居然是最小的民众党。所以李珍秀的争议，我再次强调，如果按照两岸关系条9之1条，李珍秀他根本不具立委。如果李珍秀这样子可以当立委，我们把上一期的彩票对上特奖去领奖，应该可以领。不过现在看起来，任俊，如果要从一份民调一路往下走的话，包括赖清德总统的信任度已经快逼近历史新高。有人说这些养分就是从去年开始一路出现，像我们一开始讨论的军购的问题，是关税的问题，所有这些就是蓝白营给了一些的养分，让赖清德总统包括满意度跟支持度往上走。我觉得当然也要看，第一个是事件啊，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蓝白之前都会一直讲说大罢免没过嘛，所以你民进党就不要太嚣张民意还是站在我这边啊。不过震传媒在今天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时事调查民调，其实包含到这个赖清德的所谓的这个施政满意度的部分哦。那可以看到，确实在去年11月的时候他的这个施政满意度跟这个不满意度是呈现一个交叉的一个状态其实你如果再往前推，大概在6月的时候，事实上他的不满意度就高于满意度了。那只是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到这个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所谓的满意度上升到了45.5，然后呢，他的不满意度到了41.5，等于是他不满意的他满意的部分其实高于了不满意度。如果跟前面比起来的话，几乎回到了，就所谓他的满意度几乎回到了6月份左右，去年6月份那样的一个水准。那在这一段时间，当然延宕最多的当然刚刚原之的这些在野党的批评，我其实觉得这个对民众来讲一定也会做一个评价，只是面对到特别在这个阶段里面包含到今天这个记者会再出来，我认为为什么对行政部门有这样的一个底气的存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底气的存在？我举个例子当今天大家质疑说谁懂军售谁不懂军售，这个都可以批评。一排将军站在那边，你觉得说服效果好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画面嘛，视觉效果。我今天要打诈，坐在行政院的办公室讲说我要打诈，跟你在刑事警察局开记者会，你觉得哪一个说服力效果大？所以我觉得这当然会呈现出来，就是说，可能对于在野党来讲，还有些人可能还一直就觉得说，没有啊，反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在国会里面我大。你如果再回来看政党倾向的话，你也会发现到，基本因为这个民调是7号到9号，就最新才刚做出来，你也看到，当然蓝绿都有往上增加但是以绿的在整个的政党倾向来讲，35.5的人认为说我的政党倾向是比较偏向民进党。22.7认为我是比较偏向所谓的国民党，即使把民众党拉起来，它的10%加进来也是32多，所以等于是蓝白跟绿现在这两个阵营，如果从这个民调上面来看它几乎是等于军事的一个状态，平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规模上面来看当然也不能讲规模啦，而是说现在赖清德丢出了一个讯息，比如说年后我要找5院院长 ，OK， 我要找5院院长来谈。韩国瑜今天说，他要给赖清德一个字，让他好好去想一想，化解的化，他说如何要把大事化小，化来化去那特别是黄国昌也跳出来，黄国昌因为人家没有约他嘛，他说我们也准备好了，我们要怎样？马上有人讲，那不能之前也约过你们都不来嘛。现在换黄国昌说，我也等好总统要来找这个在野党的话，我其实觉得，因为震传媒在过去的民调其实长期有在做一件事情，就在行政，特别是赖总统的部分，你要不要考虑跟尝试召开国是会议？而且民调基本上都是超过65%以上，持续在做差不多就65%认为朝野的僵局应该要有所改变。也是没有，现在要找院长，也是找柯文哲，柯文哲才是院长。对，他是院长，对，国家治理学院院长，挂上院长的名。来，元之，对你们来讲呢，好，第一个，
不管是政党比例啊，或者赖总统这些，某种程度其实它是呈现出，就对国民党或者在野党来讲的话，有一些的议题策略上要不要做某种程度的改变，就不能一直提供养分。有人是这样看。第二个，选战也是大家在讲的一环嘛，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年底的选战，好，今天最新的讯息是刘可然宣布退选。然后李四川，然后他请辞了台北市副市长，说2月底就请辞，因为辉达有签约，就一路往下。对你们来说，某种程度那个选战的曙光，就不管一片纷扰。刚刚来宾有人讲说，主席到底有没有在管？但是好歹自立自强。我觉得因为那个军购的，刚刚任军哥讲那个军购特别条例，因为状况一直在变，然后我们这些党内都一直没有统一的，有人认为是这样，有人认为是这样。那当然支持者会觉得说，那国民党你立场自己都摇摆。有人认为是这样，有人认为是这样。那当然，支持者会觉得说，那国民党你立场自己都摇摆，对不对？你要么就是反对到底，你要么就是说，好，现在进入下一个阶段。既然我们希望赖总统来沟通，我们一次通过1.25兆，但是他都不愿意来，那没关系。国民党总是希望国家进步，军购一定要尽快让他讨论，所以我们决定了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个说法不错，就是下就这样，就是所罗门的预言嘛，所罗门的预言嘛，就是一个婴儿，两个妈妈都说这个婴儿是他的，然后那个所罗门王就说，那你就切一半，对不对？真的妈妈就是说，不行，没关系，给你好了，但是我希望那个小孩好。对，所以国民党可以就是你们是真的妈妈，我们是真的妈妈，就是说，所以你现在支持傅委了，不去做意气之争。没有，我希望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因为看得出来赖总统他也没有真心想要沟通，也没有真心觉得国防预算一定要过，他只是要恶心我们而已，对不对？那既然这样，我觉得国家一直在往前走，对不对？在野党还是要负起这个，因为国民党一向就不会斗争，但是会执政，所以我们就往前走嘛。那就是你的论述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要一讲清楚。那每个人讲不一样，那当然人家就会本来支持你的会觉得你为什么立场跳动，而不支持你觉得你就一直这样。所以这个因为过一个年了，大家要好好讨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知道团结很重要。我觉得国民党有好消息啦，就是今天新北市长一直悬垣未定，到底是刘和然还是李四川？今天有个定案，李四川早上已经宣布正式参选了，而且2月底就会辞掉新北市副市长的位置。台北市，对台北市，然后辞掉副市长之后，下午立刻侯友宜跟刘和然前后发文，差不多几分钟前后发文，就是全力支持李四川。好，那我觉得这就是很团结嘛。我在想说，可能是这1-2天有我猜的啦，可能这2天有见面呀。因为礼拜天我有跟他们一起参加一个板桥联谊会的，里长联谊会，坐在李四川旁边嘛。我坐李四川旁边，对。那然后隔天我去参加板桥里长那个行动治理是侯友宜主持的，然后旁边也是坐刘和然，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定案，但是今天忽然定案，而且是讲好的嘛，否则怎么那么有默契？侯友宜跟李四川同时发文支持李四川，可能我在猜，可能这1-2天有确定的，就是全力支持李四川。那李四川2月底辞职之后，他也讲了，他就会投入新北市长选举，然后在3月底会去跟黄国昌讨论怎么合作。那他讲的比较模糊啦，但我想应该就是大家讨论怎么整合啦，可能也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所以3月底就会确定。如果李四川民调比较高，那就蓝白就会共推李四川。那如果是黄国昌高，那当然一样啊，就是会共推黄国昌。可是至少这个制度是往前走。那这个新北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也是给国民党其他的县市看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县市都台中啊、彰化还有新竹打得不可开交。就觉得也是非常的奇怪啦。那其实新北应该也会给其他单位、其他县市有压力，就是说，今天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去称赞说侯友宜啊帮忙整合，然后刘和然的好风度。我觉得这样子会让台中、新竹、彰化人看说，其实国民党要的是这个样子，而不是一直吵。你一直吵会让连那个不喜欢国民党或者是党友都会失望。所以我要看到那个。馆长都在骂啦，他说国民党就是这样，然后2025年赢了以后呢，然后现在大家就没办法吃3天饱饭，所以就是团结啦，才有机会了。来，明凤，如果这样看的话，刚讲预言，那刚才有人就讲3月底，那因为李四川自己都说跟黄章接下来一些合作的模式，那本来黄章不是也是说3月的时候大家民调啊谁赢啊谁什么，可是后来好像柯文哲实际在操盘以后。
那感觉上真的能够照这样的如期的一路往下走吗？那袁志刚也希望新北能够对其他地方有一些鼓励的作用，像台中，你真的台中你知道玉皇大帝这件事吗？没有，这是台中的议员讲的。你是台中人，我知道。对啊，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很奇怪嘛。第一个，杨琼英突然跳出来说要选，大家不是以为台中就是江启臣了吗？对不对？当年1通电话2通电话的事情嘛。那突然杨琼英要选，那选呢又非常的坚持，要3月才做民调嘛。大家就很奇怪，因为他们好几次就说，比如说1月中旬的时候好像谈过一次，然后呢2月6号又有人放出来说要谈，可是呢双方都说没有接到这种讯息，所以台中就变成一种讯息的。不晓得是什么搞的，就是有人讲这个2月6号，然后两边都不知道，就是有卫星有系统有问题的感觉。然后呢，那现在又谈到说是3月底前，结果呢搞了民调是3月25号到3月31号，那就是3月最后啊，3月底啊，对，最后一天。那其实这两个人民调差非常多，他几乎跟这个李四川跟这个刘焕然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且台中的市议员非常的焦虑，他觉得说何欣纯已经跑了那么多了，然后呢民调好像越差越近。越差江启臣越近，所以他们觉得说不要闹了，赶快叫江启臣出来这个跑行程了，然后他们这个小鸡也有母鸡可以带了嘛。台中就变成一种讯息的。不晓得是什么搞的，就是有人讲这个2月6号，然后两边都不知道，就是有卫星有系统有问题的感觉。然后呢，那现在又谈到说是3月底前，结果呢搞了民调是3月25号到3月31号，那就是3月最后啊，3月底啊，对，最后一天。那其实这两个人民调差非常多，他几乎跟这个李四川跟这个刘焕然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且台中的市议员非常的焦虑，他觉得说何欣纯已经跑了那么多了，然后呢民调好像越差越近。越差江启臣越近，所以他们觉得说不要闹了，赶快叫江启臣出来这个跑行程了，然后他们这个小鸡也有母鸡可以带了嘛。所以说这个那为什么要坚持到3月底？那我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就搞不懂啊？那你明明你2月市政府曾经有私下讲过，他们希望2月底可以搞定，可是现在搞到3月底，那到底谁在搞事情？谁在延到3月底？所以那就是有一个人坚持3月底啊，因为他去拜过他家的那个他信仰的人嘛，所以唯一支持玉皇大帝。没有那郑丽文呢？郑丽文因为党内就盛传，就说杨琼英坚持要到3月，原因是这个原因啊。那我说这原因很瞎。可是我跟你讲，你去问那个知情的人，他们都说这言之凿凿就是这回事。他说你不要把政治人物看得太理性，他就是信这个，他觉得3月会转运，所以要坚持到莫名其妙的坚持到3月底。那郑丽文呢？郑丽文你为什么要配合杨琼英？因为卢秀燕其实她已经也很清楚了，2月底希望做一个结束，然后就是做一个参考的民调嘛。那你为什么帮卢秀燕参考到？多延到1整个月，那你党中央不是在按住杨琼英，你在做什么？难怪江启臣在开骂。我觉得新北市的好处是刘和然跟李四川都没有公开骂过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文官出身，然后真的掌握权是侯友宜。但是现在台中已经闹到就是说。都有点很不爽的感觉，然后这个话也是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是谁定的？这是什么拿定的？这党中央怎么讲的？是3月底前啊？怎么会变3月底？所以这个东西你党中央你要出来讲讲看，这些日期所谓的1月中旬就谈过，那没有那就算。所谓2月6号跟3月底的民调到底是谁决定的？双方都说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有2月6号跟3月底前跟3月底这种差别？你党中央没有鬼吗？来，后置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但整件事情是国民党好，就像刚讲有很多地方，新北
因为有黄国昌的问题，这些所有的提名啦，或是所有的整合，现在是黄国昌说了算吗？还是其实国民党未来有很多的命运，就像这次军购一样，然后到最后白银做什么样的决定，国民党就只能照着人家的决定往下走。柯文哲操盘，你怎么知道他明天会怎么想？我觉得，今天李四川刘和安这件事情最大的特色是没有党中央的角色啊。好，从头到尾你都没有看到党中央的角色。乾隆兄搞不好有啊。不是啊，李乾隆见人侯友宜都没见到嘛，对不对？李四川今天说我要选，然后侯友宜跟刘和然就直接宣布说我们支持他，然后刘和然的问题也自然决。中央党中央，所以没党中央就会成，有党中央就不成。中央完全没有党中央的角色，直接完全跳过，显然是双方都有默契，直接完全跳过。OK， 那台中的状况就变成党中央在扯后腿了，对不对？好，讲白是这样，因为卢秀燕就已经讲了那个你这边在拖什么，然后所以现在状况就变成这样。那你说，我不觉得新北的蓝白合会出问题啊？等于说啊，就说我觉得。即便是沙卡都李四川还是会赢的。我之前讲过，新北是一个很特殊的直辖市，只有当国人下来选没有 upgrade 的。立委那个苏小慧是第一个立委选新北市长的，以前从来都没有过。如果那个黄国昌要陪跑的话，那他会是第二个，但是那两个都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新北这块好解决。未来年底的选战，那看起来现在各方的合纵连横已经开始，只是国民党跟白银之间的合作未来会怎么样？今天新北整合完成了，那其他的地方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中央跟地方之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整合，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焦点。未来怎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